我是学 YouTuber 鲁罗罗。这次非常难得的要来做武器池的影片解说，因为这次武器池应该是洛洛觉得从开服以来内容物最好的一个武器池。除了双加倍的狼的末路和护魔之杖之外，主要是在这次的武器池所包含的4星武器也都非常适合平民护卫科玩家。此外，这次也加入了2把全新的4星限定武器，卡池结束后也都不会回到常驻池中哦。因此有考虑提升自己队伍主 C 实力的肉肉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投入资源来抽哦。稍后也将会带来卡池中所有武器的特色解析，以及适合搭配的角色。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可以先订阅一下哦。首先，4星武器的部分，第一把是祭礼弓。副词条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祭礼系列的特色在元素战绩造成伤害时，能够在一定趴数的几率下直接刷新冷却时间。因此这一系列的武器给辅助工具人使用都很不错。又尤其祭礼弓是迪奥娜的毕业武器，而迪奥娜在圣经螺旋也是一支很实用的角色。目前弓箭系工具人只有1位，所以也可以考虑将祭礼弓冲到满精炼或是4阶等等，多的留着备用。满精炼的祭礼弓将会有80%的几率能够一技能释放后直接刷新，是相当高的几率。侠里龙吟是平民玩家拥有氪金时可以入手的4星武器。副词条增加的是攻击力趴数，对于火或是雷元素影响下的敌人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高精炼的侠里龙吟效果可以超越黑剑，更甚至于满精炼的侠里龙吟可以超越精炼1阶的排炎节律。满精炼的侠里龙吟将可以对敌人提高到最高36%的伤害，不过也要记得给氪琴佩戴的话，暴击率要从其他的圣物凑到至少50%以上。若是对氪琴的配装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参考氪琴角色分析影片。流浪乐章又称作赌博乐章，副词条增加的是暴击伤害。这个武器很有趣的是，可以玩它的3种随机效果。满精炼的效果之下，可以玩全元素伤害加96%，攻击力加120%，元素精通加360点，持续12秒。不过由于4星法术的白值跟5星有差距，同时还要赌，与一些输出的法术比较起来并不是那么稳定，因此比较适合玩副 C 偏输出的法术角色，而最适合的角色就是莫娜。若是想要玩莫娜核弹流的话，就需要流浪乐章，也可以再搭配一名拥有讨龙鹰结传的辅助。满精炼的讨龙可以再让莫娜核弹伤害再加48%。千岩古剑是这次卡池所推出的限定大件武器，副词条增加的是攻击力趴数，只要队伍中有璃月角色，装备武器的角色就可以获得攻击力和暴击率的双加成，最多可以获得4层的效果。系列1的千岩古剑的加成趴数为攻击力7%，暴击率3%，满精炼则是攻击力11%，暴击率7%。假设以迪卢克为例，搭配行秋加重云加77，也可以直接享有3层的33%攻击力加成与21%的暴击率。而其他的璃月大剑角色还有北斗、星焰、重云，蒙德的大剑角色还有雷泽，也都可以搭配装备。千岩长枪是效果和千岩古剑一样的限定长枪武器，副词条一样是增加攻击力趴数，适合装备的角色为作为输出项的长枪角色，像是萧、钟离、香菱、胡桃或是未来要出的罗莎莉亚等等。队伍中的璃月角色也不难凑，主 C 凑好后，钟离、灵光、行秋、77都是很好放入的角色。其他后备人选也有香菱、北斗、重云、星焰等等。狼的末路是开服后不久出过的武器加倍，是迪卢克的5星毕业武器。副词条增加的是攻击力趴数，1阶的效果是攻击力提高20%，若是攻击命中生命值低于30%的敌人的话，全体队员提高40%，攻击力12秒，每30秒触发一次。满精炼的话则是攻击力提高40%，全体队员提高到80%攻击力。作为主 C 和提供给队员的 buff 都相当 OP， 若是先前开服荷包不够深，来不及将5星武器精炼上去的话，或是有迪卢克却缺一把毕业武器的话，这次的狼末就要好好把握机会把它带回家。而除了迪卢克之外，其他适合装备的角色还有雷泽、重云、星焰。随着护魔之杖的推出，加上这次的卡池会随着3月2号的新卡池关闭时间一起结束，大家应该也猜得到3月2号会出什么新角色了吧？没有错啦，就是大家万众期盼的胡桃啦。护魔之杖的副词条增加的是暴击伤害，也预计会是胡桃的5星毕业武器。精炼1的效果是生命值提升20%，并获得攻击力加成，可以提升到武器持有者的最大生命值0.8%。若是血量低于50%，则可以提升到1%的攻击力。精炼5的效果则是能够提升生命值40%，血量低于50%时，最多可以提升最大生命值的1.8%攻击力。
虽然看似是胡桃的毕业武器，但也十分适合需要生命值加成大招伤害的钟离。加上这把枪又是生命值和攻击力双重加成，或许更能够取代看似钟离毕业武器的贯红之硕哦。此外，若是之前有抽到萧却和河仆渊擦身而过的话，这把枪也可以给萧装备。只是相较于护魔之杖来说，还是河仆渊和萧的象性更好。但这把枪非常适合给所有输出类的长枪角色，例如香菱。哇，484有点奢侈啊。不过光是这把5星长枪的高白值和暴击伤害的副词条就非常香了。虽然这次的武器池真的大部分武器的 CP 值都非常高，也有很多武器是可以给单一名以上的角色替换装备。除了侠里龙吟比较绑定队伍中有练氪金的人需要，以及基理工需要给迪奥娜，但洛洛也是要先提供一些抽武器池前的心理建设。首先，武器池的保底次数是最多80抽会出5星武器，但武器池并不像角色池有所谓的大小保底之分，因此极有可能歪到不是加倍的5星武器。因此，若是维克或是月卡打玩家，建议目标可以放在高精炼的4星武器。高精炼的5星武器和目标锁定某件5星武器的抽法，比较适合小或中克以上的玩家，并且做好歪个3到4次的心理准备。在抽武器前，也建议要先有适配该武器的角色再抽，尤其是队伍还没有成型的玩家，在还没有适配5星角色之前抽到5星武器，会浪费了这把5星武器的价值。先有角色，再有武器。5星武器不论是伤害或是武器外观，其实主要的价值就是在于让你玩原神的游戏体验更好。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用的4星武器或技型武器就足够畅游整个提瓦特大陆。而这次建议抽武器的原因在于许多4星武器都很实用，若不小心提前出了5星武器也是赚到。目标设小一点，额外得到的就会更开心。以上就是这次原神2月23号新武器池的分析与建议，也因为胡桃差不多就快出了，若是还不知道胡桃的突破材料需要哪些，想要提前准备的话，也可以再参考洛洛整理的天赋材料影片。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并享有专属福利。也希望你能给予洛洛鼓励，帮影片点击一个喜欢。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全球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